当地时间12月21日，拜登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会见，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次离开乌克兰到访美国。同样的时间，普京也宣布将支持俄罗斯扩军至150万。那么泽连斯基此行得到了哪些援助？普京再次宣布扩军以后，俄乌局势又会如何演变呢？别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除去泽连斯基这次访美是第一次离开乌境内出访别国，这事儿从本身来讲也很不寻常啊。原因在于这次访问并没有预先对外公布安排，此前虽有美国媒体得到了风声，但都没有被证实。待泽连斯基本人出发以后，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给全世界同步行程。而为了让他安全抵美，美国和北约也没少费心啊。大兵综合媒体报道发现，当得知泽连斯基要访美以后，北约方面非常重视，他们派遣飞机与美国连夜组建了一支豪华的绝密军机编队。泽连斯基先是从乌克兰乘火车秘密离境到了波兰，而后再从波兰的普热梅希尔转车到了热舒夫市，最终在那里登上美空军一架 C-40， 前往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而为了保证空域安全，北约还出动空中预警机前往泽连斯基飞机途经的欧洲北海区域。另有一架美军 F-15战机也从英国出发，共同为其护航。其飞行数千公里，将身处炮火纷飞战场上的泽连斯基护送到目的地。全程高度紧张，直到泽连斯基抵达目的地以后呢，北约机队才各自返航。之所以泽连斯基会选择先乘坐火车，主要是因为乌克兰有着相当复杂的铁路系统，能够最大程度上避开俄空天军监控。事后乌方透露，在泽连斯基朝美军机方向赶路时，将美军近4架预警机在机场附近24小时警戒，雷达探测范围达到了500公里。若是俄军导弹或者战机出现，能够在第一时间展开反击。另外，即使是 C-40 专机接到泽连斯基以后，他们也丝毫没有放松，甚至在穿越格陵兰岛上空时还关掉了应答器，避免被俄军监控到。原因在于自俄乌战争开始以后，俄情报部门就一直严密探查乌克兰重要官员行踪，这就导致乌官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更换一次庇护所，而且所处的庇护所都位于乌克兰地下数十米深的地方，能够有效抵御住普通弹药的攻击。所以作为俄乌开战以后乌总统第一次离境外访，自然就需要谨慎一些。当然了，除外出阵仗比较大之外，这次美乌领导人会面过程也值得注意。当地时间12月21日，美总统拜登在白宫会晤泽连斯基，期间泽连斯基给拜登送了一枚乌克兰军工十字勋章，这枚勋章来自前线装备海马斯的乌军部队军官，而海马斯是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随后拜登也将2枚来自伊拉克战场的美军指挥硬币交给泽连斯基，以示他已故的儿子博拜登曾在伊拉克作战。期间，泽连斯基除了讲话感谢东道主，他还向国会赠送了一面由乌克兰前线城市巴赫穆特士兵签名的乌国旗，众议长佩洛西则回赠一面放在三角形盒子里的美国国旗。那么美乌双方展示这一切隐藏了什么意义呢？曾在今年10月31日，有知情人士透露，拜登在今年6月与泽连斯基的一次通话中对后者发了脾气。自那之后，就有部分媒体报道美乌关系变冷的说法，所以拜登泽连斯基会面互赠礼物也在破除这种说法。而泽连斯基第一次出访选择美国而非北约欧洲国家，这说明在他看来，美国的援助尤其是军援显然比北约其他国家更重要，也更有决定性。这一点从各国援乌的武器装备也能够看出。此外，据美媒透露，泽连斯基此访主要是争取进攻性武器，有传言称美国有可能在2023年提供更多的坦克、战机等先进武器。其次则是扩大美国国会批准对援助，促使他们加大军援、经济援助规模和质量，从而再次巩固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那么此次泽连斯基又拉了多少军援呢？在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之后，当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就宣布，新一轮对乌大规模军援达到了18.5亿美元，其中包括500枚155毫米高精度火炮弹药、37辆美洲狮装甲车、地雷、数千件榴弹发射器、轻武器，以及光学夜视仪器、防弹衣、卫星通信等其他设备。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向乌提供3.74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主要以粮食援助、基本必需品和财政支持形式提供。当然了，此次援乌重点装备当属泽连斯基心心念念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了。近几个月来，泽连斯基一直寻求加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但在美国那边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向乌克兰提供。而此次美国一举将爱国者提供给乌克兰，很有可能是战场上新的转折点。但也有军事专家警告称，爱国者性能有限，不会改变战争的游戏规则。那么这款装备对乌克兰究竟有多大帮助呢？爱国者这款装备是地对空制导导弹系统，于上世纪80年代首次部署，
可拦截高性能飞机、巡航导弹和短程弹道导弹。其基础编制为导弹连，又称火力单元，下辖一个连部班、一个火控排，操作一台雷达。整个系统由一辆拖车和2组发射器组成，包含一个地面雷达、一个控制站和一个发电机。每组发射器最多可容纳4枚拦截弹，共8枚。目前的爱国者导弹经过多次升级以后，已成为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负责末端中低层反导的重要组成部分。美陆军共有16个爱国者营。此外，这款系统还被部署在荷兰、德国、日本、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诸多国家。目前，爱国者是全球运行最广泛、最可靠也是最成熟的空中导弹防御系统之一。它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的能力可以保护乌克兰免受俄军多种导弹空袭，但它的拦截成本对于乌克兰而言着实有点高了。目前，爱国者共有2个型号，其中 PAC-2 重914公斤 ，PAC-3 重320公斤。发动机是 Cycle TX4861固体火箭，前者的制导模式为指令加 TVM 寻地制导 PAC-2。PAC-3 则是惯性制导和主动雷达，其中最先进的版本的 PAC-3 导弹分段增强型 MSE 自2016年开始服役。这个版本机动性更强，射程和精度也更出色，有自己的雷达，可以在不依赖雷达的情况下引导自己飞地目标。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7月份的导弹防御报告数据，当前爱国者系统的导弹拦截成本每发约400万美元，每个发射器成本约为1000万美元。所以按照这个价格来说，乌军拥有爱国者以后肯定不能拉到前线使用，而且它对于操作人员也有很高的要求。虽然只需3人就可以发射，但通常需要至少90人团队，接受至少为期10周的培训。毕竟防空导弹的操作要比火炮系统复杂得多，这也是为什么前几个月美国不愿意提供的原因。目前还不知道乌克兰将接受哪种版本的爱国者导弹。结合现在俄乌战场上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已经成了双方角力的主力军，战斗机的作用反而被弱化，所以乌军装备爱国者以后究竟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也存在疑问。但爱国者拥有更强大的雷达，肯定比乌军一直在用的 S-300好多了。泽连斯基访美当天12月21日，普京主持召开了俄罗斯国防部扩大会议。这场与俄军高层举行的年终会议上，普京支持俄方长绍伊古的扩军提议，将俄军战斗人员从115万人增至150万人，增幅超过 30%。此后，普京还表示，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将在近期进入战斗警戒状态，俄军也将保持和完善核3位一体战备状态。那么，普京的一系列决定透出俄军的哪些动作呢？首先，俄扩军至150万人，从可行性来说，短时间很难实现。毕竟今年8月，普京就曾签署了扩军令，将俄方武装力量的编制增加了13.7万人，从而使得俄军总人数达到了115万。眼下其又要再扩军至150万人，相当于扩充了 50%。在不进行全国动员的情况下，这恐怕需要数年才能够实现。而俄乌战争的走向目前也尚不明朗，故事什么时候结束根本无法控制，因此俄公布扩军消息未必是为更大规模战争做准备。同时，普京支持扩军也基于一定的现实需求。一方面，他也将乌东地区视为本国领土，俄方需要对其进行有效防御，这就要求俄罗斯扩充现有部队人数，维持足够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芬兰和瑞典即将加入北约，俄罗斯比较紧张，因此俄军就需要在西北部组建相应的军事集群。再加上俄乌战争很可能演变为低烈度的持续战争，这才有了大规模扩军举动。此外，俄罗斯这一行为恐怕也有增加谈判筹码的意图。毕竟对俄罗斯来说，他们太想结束战争了。然而开始容易，结束难。在北约各国的帮助下，俄乌战争持续下去，只会一步步消耗俄罗斯的综合实力。最致命的是，俄方引以为傲的核大棒对乌克兰完全不起作用，乌军抵抗的决心极其坚定。在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就必须要寻找其他措施以建立和谈条件。之所以普京会选择扩军的途径，原因在于这也是一种军事威慑。不过包括北约和乌克兰在内，他们是否吃这一套，大兵认为机会渺茫啊。那么从普京支持扩军，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系统将在近期进入战斗警戒状态，以及俄军保持和完善核3位一体战备状态，是不是说普京要做两手准备呢？咱们刚提到俄罗斯需要强化自身威慑，但他们的核大棒已经不充血了，处于疲软状态，并且不仅乌克兰不买账，北约各国也纷纷亮出对等核威慑。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俄方没有进一步动作，那将意味着普京的最终底牌失效。如此一来，俄罗斯也会陷入不利境地。因此，不论能不能行，他们必须强硬。而将核导弹送上发射架，无疑最能表现俄方决心。另一方面，俄军在前线的攻势并不顺利，普
普军必须保证局势不会失去控制。虽然北约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军助，但是俄军在战争中的表现的确出乎意料，非但没有展现出绝对的实力优势，反而步步撤退，接连放弃了多处战略要地。目前就连比较热闹的巴赫穆特方向，俄军进攻效率也极为低下，这难免会引起北约各国对其进行试探，例如派兵下场干涉战局，甚至是趁此机会彻底击垮俄罗斯。面对这种情形，俄方就不得不亮出核武器来发出警告，避免战局受外部力量影响。当然，普京一系列举动也不排除他在打掩护。现代战争中核武器已经不再是绝对的神兵利器了，其对前线战况的直接影响较为有限，再加上使用核武器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普京很有可能是想表现出俄军除了核武别无他法的假象，从而掩盖俄军下一步军事行动。毕竟从目前情况来看，如果俄方再不有所行动，那么其很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如果不使用核武器，那俄军就必须拿出足够的战果来逼迫乌克兰考虑谈判事项，就看接下来前线俄军会不会有大动作了。